究竟是多么坚强的小男孩，才能让很多人看哭了一遍又一遍？从小就是孤儿的阿龙，不仅在山上一个人生活，还通过勤劳的双手，不断的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随着目光望去，一辆摩托车上驮着一些家禽，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着。原来大叔是阿龙购买那匹马的原主人，由于大叔投入了许多的感情，所以准备到山上查看一下，但是却不知道阿龙居住的位置。在询问了阿龙的好心大哥后，这才找到了这里。而且由于好心大哥没有时间过来，还让他帮忙带了一些家禽和饲料。大叔也在大哥那里听说了阿龙的往事，所以心地善良的大叔也准备帮一下阿龙这个坚强的男孩。经过跟阿龙的一番沟通后，决定帮阿龙把饲养家禽的圈舍建造出来。毕竟大叔的年纪比较大，而且有着更多的经验，所以大叔决定一个人进行搭建。虽然大叔并不希望阿龙帮忙，但是要强的阿龙还是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两个人的明确分工，也让搭建的速度提升了很多。虽然昨天搭建别的地方用掉了一些水泥砖块，但是经过大叔查看后，发现却是足够用了，所以阿龙也不用太过担心了。为了保证地基的牢固性，大叔在底部填充上一些水泥后，这才往上面固定水泥砖块。由于大叔的经验丰富，所以每一块砖的缝隙都掌控得非常好，也让地基显得非常规整。而且还有着阿龙在一旁帮忙，也让大叔可以不用分心的去运输材料，所以搭建的速度也非常的迅速，没用多长时间也搭建出了很高的轮廓。虽然阿龙拥有现在的生活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却是更加的离不开这些好心人的帮忙。从好心的大哥到现在的好心大叔，每一个人都对阿龙的帮助很大。对于心地善良的他们来说，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阿龙来说，他们的出现却是仿佛黑夜中一盏明亮的灯光，照亮了阿龙前行的道路。虽然工作量没有很多，但是由于大叔细心的处理，所以也花费了很长时间。天色也有些暗淡了，所以大叔在查看了一番马匹后，也准备下山回去了。第二天，阿龙收集来了一些竹子，因为圈舍的墙体也差不多干燥了，所以他也能继续接下来的工作了。考虑到方便卫生的清理，所以他决定在底部铺设一层竹子。昨天大叔预留的缝隙刚刚好，也让他很容易的就将竹子固定好了。但是由于缝隙太过巨大，所以阿龙决定再制作一个竹栅放到上面，相互交叉的进行编织，也能让竹栅更加稳固。将制作好的竹栅放到里面后，由于侧面还有着一些缝隙，为了保证竹栅不会晃动，阿龙用铁丝将它和下面的支撑捆绑到了一起。现在就只剩下屋顶的搭建，他就能拥有一个饲养家禽的圈舍了。经过几个月的时间，阿龙也长高了许多，身上新买的衣服也从原来的合身到现在的有一些小了。虽然并没有太好的营养补充，或许是由于阿龙正在长身体的阶段吧。阿龙将圈舍屋顶固定差不多后，也准备把昨天大叔带来的家禽放到里面了。因为今天天色不早了，所以上方的部分只好明天再进行搭建了。但好在昨天大叔一并带来了喂食的料草，阿龙也不用再去制作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勤劳的阿龙也能吃上一些鸡蛋了。忙碌的一天总有结束的时候，虽然天色在逐渐的暗淡，但随着灶台里的火焰不断升起，他也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了。吃过晚饭后，阿龙按下手里的开关后，耀眼的灯光也将屋内映射的一片雪白。经过昨天好心大叔的帮忙，饲养家禽的圈舍也建造完了。今天只要将上方搭建出遮挡风雨的棚子，这样就算下雨也不会有水流进去，不仅能保证家禽不会被雨水淋湿，而且还能让圈舍里面更加的干燥一些。毕竟拥有着良好的成长环境，家禽下蛋的周期也能缩短一些。因为在饲养马匹的旁边建造，所以也让阿龙方便了许多。屋顶的搭建也进行得很快，阿龙将最后的叶子铺设固定后，饲养家禽的圈舍也全部建造完成了。天色也已经到了中午了，阿龙将庭院清理一番后，也开始准备做饭了。现在的他也不用每天都担心食物的问题了，毕竟前一段时间亲手种植的种子，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也都长得生机盎然。种子从泥土里发芽，再到现在成长的生机勃勃，经历过风雨的洗礼，也经受住了大自然的考验，才有了现在蓬勃的生命力。又何尝不像是阿龙一样呢？不仅凭借勤劳的双手克服了各种困难，还努力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人这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辛苦，虽然一个都不会少，但是只要挺过去，熬过去，那么迎接自己的必定是苦尽甘来。就像此时的阿龙一样，只有熬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星。清晨的大山还笼罩在一片云雾之中时，阿龙的身影也渐渐的清晰了起来。
依旧是无比平淡的一天。但阿龙仿佛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今天他没有想好要做什么工作，所以准备去溪边抓一些鱼吃。将工具制作好后，阿龙也将许久不曾穿过的雨鞋拿了出来。放置许久的鞋子也有些变了颜色，但是却可以正常的使用。依旧是无比熟悉的那条路和那条小溪，也依旧是阿龙一个人。可能是他也习惯了孤独，或许这并不是习惯，因为毕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所以阿龙才会变得这么的坚强和独立。就算前进的道路上满是荆棘，但是只要心中有光，脚下有路，一个人也能走很远的路。希望也终会在阿龙的手中绽放，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白月光。由于上次水池的一些原因，阿龙决定再重新建造一个，所以今天阿龙决定利用剩下的材料建造出一个整洁干净的池子。不过在这之前，还是要将地基整理出来。虽然这么一大片的土地不知道要处理多长时间，但在远的路走着走着就近了，再难的事做着做着也就顺了。任何的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可能需要的时间会很漫长，但是只要有着目标的方向，又何尝惧怕找不到终点呢？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阿龙累得满脸都是汗水，但他也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不是任何事情有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才有了希望。阿龙的坚持也换来了脚下的成果，因为这次阿龙决定要建造的高一些，所以阿龙决定在下方铺设一层石头，这样随着高度的增加，也不用担心地基的牢固性了。但是石头的形状大小不一，所以还需要在上面铺设水泥，这样不仅地基更加牢固，还能方便后期向上搭建。虽然这个过程很劳累，但是坚持下去就会是一路平坦的上坡。经过一夜的时间，昨天建造的地基也干燥了，也让阿龙可以继续接下来的工作了。虽然阿龙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有时候在山下做零工时，也会看到瓦匠师傅是怎么堆砌墙体的。然而就算没有实际的操作过，但因为阿龙在两个角落之间挂上了线绳，也让他不用担心在向上堆砌墙体时会因为自己的不熟练而把墙体砌得高低不平。虽然工作量不是很多，但阿龙也足足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才将墙体的轮廓堆砌出来。即便到了中午时分，阿龙也没有选择休息，因为要想让水池里面的水不会渗透出去，还需要在里面抹上一层水泥。好心大哥拿来的刮杠在这时也派上了用场，可以让阿龙将上面的水泥抹得更加光滑平整。在墙面只剩最后一点就能完成时，阿龙在角落里准备搭建出一个台阶，这样也能让水池看起来更加的好看一些。阿龙虽然很疲惫，但是他也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相比于自己的一路不断成长，现在的这些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成长道路上的基石而已。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生活并没有什么捷径，路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才能在不断的坚持中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也终会离梦想越来越近。时间也如沙漏中的细沙流得很快，阿龙也终于在不断的忙碌中将水池更加的完善一些了，只剩台阶的铺设也就能大功告成了。相比于往上面堆砌墙体来说，阶梯的制作并不是很复杂，但由于不规则的形状，所以铺设的并不是很快。但好在越往上面铺设，需要堆砌的面积也越来越小，也让阿龙很快的就将水池造型铺设出来。但是为了看起来更加的好看一些，所以阿龙决定在上面铺设一些石头作为装饰。搭建房屋没有用完的石头，在此时用来装饰再好不过了。虽然石头形状大小不一，而且颜色也不一样，但是经过阿龙的一番装饰后，也能让原本再简单朴素不过的水池更加的美观好看一些了。但阿龙可能觉得跟周围有一些不协调，所以又将侧面的墙壁也固定上了一些石头。把这面墙体搭建完成后，可能由于工作了一天，阿龙也有些疲惫了，所以他在自己种植的田地里采摘了一个西瓜，切开后却发现没有熟透，于是他准备喂给自己的马匹。刚好今天阿龙忙着搭建，已经忘记了喂食马匹。今天阿龙也不准备继续搭建了，因为时间也不是很早了。远处的大山还在一片云雾中时，阿龙也早早的就起床了。首件事就是先查看一下昨天的成果。虽然昨天并没有搭建完成，但是也并没有剩下多少的工作了。可能是由于阿龙对自己的新家格外的珍惜，所以每一个细节他都是用心的在处理着。虽然每块的石头都很小，而且还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全部固定完成，但阿龙也还是在耐心的处理着。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只要凡事多一点耐心和坚持，或许得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经过阿龙不断的努力，也终于将水池的表面铺设完成了。阿龙正在清扫卫生时，此时天空却下起了小雨，但好在水池已经搭建完成，就算下再大的雨，阿龙也不用担心了。虽然刚下过一场大雨，但也正是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也让阿龙的水池更加的干净了一些。阿龙看着目前的新家越来越好，
正是因为有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而且今天还有着很多时间，所以他准备到山下探望一下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将马鞍固定完成后，阿龙也顺着小路往山下走去。雨后的小路尽管还有着一些湿润，但两旁的植物经过雨水的滋润却是生机勃勃，就像此时的阿龙一样，只有经历过风雨的洗礼，才能更加的茁壮成长。来到好心的大叔家里后，发现好心大叔正好要去收玉米，虽然有着运输工具，但是由于位置的关系，运输的车辆到不了那片玉米地。于是阿龙决定帮助好心的大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毕竟自己的一路走来，离不开这些好心人的帮忙。虽然他的年纪不是很大，但由于他这么长时间以来不断的在克服遇到的种种困难，所以也使得阿龙现在非常的坚强。即便这片玉米地很大，阿龙也没有任何的担心，因为只要将侧面的地方清理出来，这样运输的车辆也就能通过了。阿龙看着手里的玉米，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也能拥有这样一片的田地。在阿龙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没用多长时间，阿龙也收集了很多。因为这里有着一段斜坡，所以他并没有将全部的玉米放到马匹身上。好在经过这段斜坡后，后面的道路就好走了很多。经过一段下坡路后，他也到了好心大叔的家里。虽然阿龙运输回来的这些玉米，对于眼前堆积如山的玉米堆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却也是阿龙对好心大叔的一番感谢。就像我们的生活中一样，在别人需要帮助时，无论这件事情是大是小，用自己的力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才是难能可贵的。或许等待你需要帮助时，你曾经帮助过别人的爱心，也会随着时间的传递回到自己的手中。在告别了好心的大叔后，阿龙并没有直接回去，而是来到了刚才那片玉米地里。因为好心的大叔让他带一些玉米回去，而且决定将收集完玉米的秸秆也送给阿龙。原来以前好心大叔在喂养这匹马的时候，这匹马喜欢吃玉米的秸秆，所以阿龙收集了一些后，这才从来时的路往回走去。虽然秸秆并没有那么的沉重，然而上山的路并不是那么的好走，所以也将马匹累得气喘吁吁。所以刚回到家里，阿龙便迫不及待的将马匹身上的马鞍拿掉了，好让他可以轻松一些。忙碌的一天虽然过得很快，但是却无比的充实。毕竟今天也对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些玉米虽算不上很多，但阿龙的脸上却始终挂着笑容。或许在阿龙的心中，手上的不只是食物而已，而是一股温暖人心的力量。阿龙将玉米处理完成后，并没有选择休息，而是决定到山下捕捉一些鱼拿去售卖。毕竟今天的天色还不算太晚，因为昨天刚下完雨，所以也让附近的河流里多了一些从上方顺流而下的鱼，也让阿龙可以更加轻松的捕捉。经过不断的寻找，也没有辜负阿龙的一番努力。身上虽然沾满了泥水，但是手里的大鱼却是让他非常的开心。阿龙将这条大鱼装进袋子里后，并没有继续进行寻找，因为夕阳也从大树之间洒落下来，所以收获满满的阿龙也准备回去了。在途经的路上，他碰见了两个在田地里刚劳作完的阿姨。阿龙不仅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孩子，而且还非常的聪明。经过跟两位阿姨的一番交谈，阿龙也成功的将这条鱼售卖出去了。回去的路上虽不是一路坦途，但阿龙也相信该来的都在路上，属于你的迟早都会到来。何尝不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只要心中有光，那么必定前方有路，未来可期。当太阳隐藏在远处的云雾之中时，伴随着一声高昂且明亮的鸡鸣声，阿龙全新的一天也在等待着他去探索。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句至理名言在此时阿龙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阿龙今天准备将这片满是杂草的土地整理出来，因为昨天在山下帮好心大叔运输玉米，所以阿龙也想要种植一片玉米地，这样自己的生活也能更好一些。但是这片土地长期的没有人清理，也让杂草有些根深蒂固，而且杂草还有着很大的密度，所以也让它不是很好清理，也让阿龙的脸上出现了细密的汗水。好在清爽的早晨并没有炽热的阳光，并且有时还有着一些微风吹过，也让疲惫的阿龙得到了一些缓解。可是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想要整理出来，也会花费很长时间，所以尽管阿龙有着坚强的毅力和耐心，也让他从开始的体力充足到现在的力不从心了。而且经过阿龙不断的对杂草进行处理，时间也在忙碌中过得很快，太阳也渐渐要从云层中映射出来，但好在地面上并没有剩下多少的杂草了，所以阿龙也准备再坚持一下。虽然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但相比于满是污渍的衣服来说，一颗努力且上进的心却是比华丽的外表更加的难能可贵。由于此时的太阳更加的炎热，所以阿龙将剩余的一点杂草处理干净后，并没有继续处理这片土地，而是决定将自己的水池完善一些。因为这次搭建的水池离地面有着一些距离，让阿龙感觉到很不方便，于是他决定搭建出一个台子。虽然依旧是选择用竹子进行制作，但是这次他决定将平台搭
搭建的实用一些。虽然自己的新家越来越好，但阿龙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一路走来，所以他对新家的每一处地方都很重视。即便脚上的鞋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也已经有些破损了，但是因为阿龙认真的在处理着每一个细节，所以就算鞋子破损，他也完全没有注意到。在阿龙认真且努力的工作中，也将平台中间的框架制作好了。可能是由于阿龙在忙碌中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但太阳也在大树和云层的遮掩下逐渐的要隐藏起来。阿龙也知道今天也不可能将平台搭建出来了，所以他准备将平台中间的立柱固定完成，剩下的工作也只能明天再继续了。早上起来的阿龙查看了一下平台的地基，发现湿润的土地并不适合搭建，所以他决定先搭建一个牢固的基础。毕竟只有坚实的地基才能让搭建的平台更加稳固。就算搭建房屋没有剩下多少的材料，但是平台的面积并不是很大，所以也足够阿龙将地基制作完成了。有着搭建水池的经验，平台地基的搭建并没有浪费他很多时间。有了坚实的地基后，剩下的工作就容易了很多。虽然地面上还有着一些水，但因为制作的地基隔开了湿润的地面，所以阿龙也不用担心上面铺设的木板被水长时间的侵蚀导致损坏了。中间的位置虽然并不好铺设，但是有了工具的辅助，也并没有让阿龙耗费很长时间，而且还有着钉子的加固，阿龙也丝毫不用担心平台的牢固性。此时水池里面不断荡起的涟漪，就像阿龙的人生一样，虽然并不是太过平静，但是相信经过时间的推移，就算再大的浪花也有归于平静的那一天。每个人的生活或许都会经历一些巨大的风浪，但是只要有着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又何惧各种困难呢？究竟是多么坚强的小男孩，才能一个人在山上生活呢？从小就是孤儿的阿龙，不仅没有因为自身的原因就自暴自弃，而是通过勤劳的双手，不断的改善自己的生活。当不断落下的水流击落在岩石上，水池里也荡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涟漪，就像此时的阿龙一样，看似无比平静，但内心却无比的激动。因为经过几个月时间，自己的新家也越来越好了。这段时间阿龙也长高了很多，而且由于自身的一些经历，阿龙也更加的成熟稳重了，脸上也比从前多了一些坚韧。今天阿龙准备把平台上方的屋顶搭建完成，不过在这之前还是需要先把搭建的材料运输回来。虽然满满的一大捆竹子很沉重，但是相比于以前来说，现在的阿龙因为身体成长了很多，所以力气也变得大了不少。这点重量对现在的他来说虽不是特别轻松，但却也并不会耗费太多的力气。但是为了方便往上面固定，还需在一端修理出豁口，这样才能确保用铁丝固定的时候，领条不会脱落下来。好在这个工作并不复杂，也并没有浪费阿龙很长时间。然而就算将竹子处理完成了，但接下来的工作却不是很轻松，因为离地面有着一些距离，所以在上面操作起来就慢了一些。但因为阿龙在下面提前把竹子的豁口制作好了，而且有着铁丝的辅助，所以也很快的就固定完成了。相比于在上面来说，在下面操作起来就很容易，并且搭建的速度也很快。只要用竹条把分成均匀的领条牢牢的固定在圆形框架上，很快的就能将屋顶的框架搭建出来。但却还不满足封顶的条件，因为要在上面铺设叶子，所以还需固定上第二层的领条。相互交叉的固定方式也能使搭建完成的屋顶更加的牢固，不会因为风雨的洗礼而被损坏。虽然搭建完成有些晃动，但因为中间巨大的支撑，使得它也没有丝毫问题。就好比阿龙的一路走来，即便每一步走得很艰难，但因为有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忙，所以不但让他有了坚实的后盾，还有着温暖人心的力量，让他在一路的困难挫折中勇敢的前行。我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像此时的阿龙一样，就算生活的挫折再大，只要勇敢面对，那就一定能够克服。只有克服了种种困难，才能有机会遇见更好的自己。虽然阿龙一路走来也失去了很多的东西，但在某处有所失，也会在某处有所得。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东西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就像阿龙一样，虽然曾经失去了一些东西，但却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忙，也让阿龙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不仅让他克服了所遇到的各种苦难，而且还让他通过勤劳的双手让自己的新家更加美好。屋顶虽然填充完毕了，但是为了更加的美观一些，所以阿龙准备将下面多余的叶子切割掉，这样看起来也能更加美观一些。或许有时候过程却远比结果更加的重要。既然有些事情我们决定不了结果，但只要在过程中认真的对待，就算结果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自己也能笑着的面对。随着阿龙将多余的部分切割掉后，原本简单朴素的平台在阿龙的完善下多了一些温馨，至此阿龙的新家又多了一些家的感觉。或许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阿龙的心中也不清楚，但是他却相信，只要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而且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自己的未来的路必定会一片光明。
究竟是多么坚强的小男孩，才能一个人在山上生活呢？从小就是孤儿的阿龙，不仅在山上建造鱼池，还通过栽种果树，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美好。今天阿龙在山下买了一些果树的幼苗，准备把它们栽种到新家附近的土地上，但这里却满是杂草，于是阿龙也只能开始清理起来，这样才能方便接下来栽种果树的幼苗。相比于远处的山峰，阿龙的身影虽然显得微不足道，但是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当你觉得辛苦时，依然有人在坚持。这平平常常的一天，或许阿龙不知道的是，当他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这一切都离不开他勤劳的努力和坚强的毅力，以及很多好心人的帮忙。就像此时的果树幼苗一样，如果没有阿龙挖掘的基坑，那么他们一定不会茁壮的成长。土地的湿润没有让阿龙耗费多大的力气，而且并没有花费很长时间，也栽种完成了几棵的幼苗。但是由于阿龙买的比较多，所以他准备将剩下的一些幼苗分别种植到不同的地方。这片田地因为生长的不是很好，阿龙也准备在这里栽种上几棵。这里因为以前种植过种子，所以泥土也很松软。阿龙也很快的就将基坑挖掘出来了。可能是他对现在的生活比较珍惜，所以阿龙在处理起来每棵幼苗的时候，非常的细致入微。将这片土地的幼苗栽种完成后，阿龙决定将剩下的几棵果树幼苗全部栽种到外面的土地上。虽然土地比较湿润和松软，但是不断的挥动锄头也让他感觉到了一些疲惫。毕竟阿龙并没有成年人的力气大，所以有时也会短暂的停下来缓解一下，但也只是短暂的停下后，就又投入到手中的工作了。这也是阿龙能有今天的美好生活的原因，一切都离不开他坚强的毅力和耐心。虽然有着很多好心人的帮忙，但却也离不开阿龙的那份坚持。有时候努力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优秀，而是能有底气面对各种困难。生活并不会辜负每一个用力奔跑的人，每一次的努力和坚持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埋下的一颗种子。当它们破土而出的时候，你就发现曾经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样？未来是什么样，完全取决于现在做了什么选择。所以认真的对待当下的自己，才能在未来遇见更好的自己。就像此时的阿龙一样，虽然很累，却依然在坚持着。此时太阳的光线照在阿龙的身上，将他原本瘦弱的身躯映射得无比高大，仿佛在这个时候的阿龙已经是一位有责任和担当的大男孩了。在将最后一棵栽种完成后，夕阳的余晖也透过大树之间洒落在地面上，将绿意盎然的草地也照射得生机勃勃。然而就算将果树的幼苗栽种完成了，阿龙也没有选择休息，因为要想让它们更好的成长，所以他准备用竹子在果树的周围做一个架条。相比于挖掘基坑和栽种幼苗来说，固定架条就快了很多，并没有浪费很长时间。疲惫的阿龙也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休息时，阿龙也会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这个时候的阿龙或许也在想象着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可能是刚才望着水池的原因，让阿龙想起来自己的水池还没有鱼，所以他准备在水池里面放上一些鱼。但由于前几日的大雨，阿龙并没有将水池清理得很彻底，于是他也只能先将水池里面浑浊的水排出去。水池的面积很大，而且排水口很小，阿龙也只能通过不断的搅动水面，让水池里面的水快速地流出去。但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转瞬间就下起了小雨。好在雨水并不是很大，也没有影响到阿龙的工作。在水流的不断冲刷下，原本灰暗的地面也变得清晰起来。在将排水口堵上后，阿龙也准备做接下来的工作了。因为以前的鱼池曾经放过一些小鱼，所以鱼的问题阿龙也不用担心。淅淅沥沥的小雨依然在不停地下着，也把原本平静的水面激起了珍珠般的雨滴。溅起的水滴转瞬即逝，但却无比的美丽。随着水流在阿龙挖出的缺口中不断流出，水池里面的水也越来越少。为了防止鱼从缺口流出去，阿龙用渔网挡在了前面。当里面的水已经不能从缺口流出去的时候，水池里面也已经能够看到一些鱼的身影。虽然水依然浑浊，但好在不是很深，也让阿龙捕捉起来容易了很多。相信这些小鱼在新的环境中也能更好的生长。或许人生会有着很多的困难，但只要勇往直前，那么一定会不失微茫。